夹娃娃的途中，确定呢？然后他就会说不行 ，baby 你要看我夹，你要看我夹，有什么好看的啦？兄弟一半就是鼓励，好棒这样。办不到。他就在旁边说：“哇，你好厉害哦！” 10年的感情不是拿来像家珍般数一数就算了的东西，再怎么低潮，不变的依然是在你身边4个字。您现在收看的是传播地频道。Hello， 大家好，我是传播帝。首先要谢谢所有的付费订阅会员，有你们的支持，节目才能一直直播下去。那如果你不想用订阅的，你也可以用超级感谢的方式来赞助我们哦。好，回到正题，我本人谈过2次5年的恋爱，但是加总起来，也就是跟这对差不多长而已。欢迎这对交往10年的情侣。好，大家好，我是国民男友钟林，嗨。想必旁边是国民喽。我是角落生物纯纯，嗨。请问国民男友，你们一开始是谁追谁？我真的变国民男友，我勉为其难会称呼你一整集。好开心，也太好了吧！不要顺着他的话讲。我跟他认识的前2年吧，有一个人用他的照片，假照片。对，就是那时候还是无名小站，有没有？然后他就去我这么荒谬留言板里面，就是他说他是一个什么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就是因为一个留学生，因为以前很多人就是会冒用你各式各样的人去。而且我有那个体质，我不是第一次被骗了，吸引骗子的体质吗？对，我是对，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讲，然后我朋友就说，可是这个人好像是台湾的一个模特儿，我就说怎么可能？他是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然后就回去之后，我朋友就丢他的那个资料给我看，然后我就噔这样，然后我想说好吧，那我就是有点生气，我就是把那个人的资料贴到他的那边，然后跟他讲这样。10年前是用脸书吗？没有，是真的，那时候是无名小站，我去他那边留私密留言，无名小站，对，好复古的一个地方哦。透露年纪了 ，OK， 但他今年27岁，27岁，但仅止于此。OK， 就是过了几年之后，我那时候退伍前，我就是被人家甩了，对，然后我就万念俱灰，就跑去那时候好像是 G Star 是不是？对。然后某个朋友的生日趴是包厢里面，然后包厢的人都嘛是进进出出嘛，唱歌什么的。忽然间他就出现了，然后我就瞄到他，我想说天哪，因为他之前也都没有再跟我有后续，我想说那我完全不要跟这个人接触，我就真心又更角落吗？我真心的是这样子偏着一直点歌，然后因为他就一个一个敬酒，然后我就想说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不要过来，然后结果他就忽然间跑过来，他就说你好，我就说hello 你好这样，然后我就嗨你好这样。然后结果后来就好像讲了几句之后，他就说要加我的 Facebook， 那时候有 Facebook 了。我为什么会去他的朋友的那个趴，是因为他们想要找长得不错的人喝酒，想要搭讪。所以你是因为长得很帅被邀进去那个包厢，你是要表达这个吗？拜托不要这样想。然后他是国民男友，OK，然后那个时候是因为他的寿星找我喝酒，然后他才说，他们还有接吻，对不对？他们有接吻。有，你忽然想起来了，没有啊，我也还记得，他现在开始回想起一些不堪的回忆喽。导播不好意思，导播他，好棒哦！这个故事就听到这边为止就好了。就是你认识他的那一天，其实你亲了别人，就是其实是，就是。然后他后来就在楼梯间壁咚我，不可能这么放荡吧？没有，他当时真的是。等一下，你让我讲好不好？你知道他有多故意？他拿着2个空的那个冰桶，因为你知道那个包厢里面如果大家喝酒没有冰块，对，要去补冰块啊。对，补冰块。我跟你讲，然后他就这样拎着冰桶，然后就很像迷路的那种小白兔，你知道吗？他就这样这里是哪里啊？这样好迷惘这样。我才没有好不好？然后我想说，我就说你可能有。我跟你讲，他有。反正总而言之，你就壁咚他了。然后那冰桶呢？这获得一个无关紧要。对啊，冰桶，我去帮他拿冰块，因为他本来就知道我了嘛，然后他觉得我是一个很乱的人，爱玩啦，应该是要这样讲，爱玩，就是觉得我是一个好像有点像渣男这样，所以他他可能就觉得说好像你是只是亲一亲而已，也不太可能，对不对？但没想到就是我之后却有点半强迫的。叫我跟他在一起，对，然后反正他就是一直约我去他的是生日还是什么一个 KTV， 就隔1个礼拜而已，就他就在众目睽睽下，就包厢里面大概有10几20个人，然后就说你今天就跟我在一起。什么？对，有这种事？一样就是要把我压在包厢的沙发上，有那时候面还是没有，可能我压过很多人，我已经忘了。
真的是蛮离奇的一个故事。对，对不起，有点长，就是你会解读我的心思，不好意思，没关系，我会剪接，会有一半在正片，一半在花絮哦。好，6小时了。那第二题我一直很纳闷，就是你们两个是情侣，但还有一起工作，会不会觉得对方很烦？我应该没有办法。他有开一家服饰店，对，因为他其实起初就让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就是跟他的形象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有问他说，那你如果需要帮忙的话，因为我觉得我们刚在一起，感情也还不稳定，我不想因为说我有了工作之后，就因为这样，然后对，所以呢，我就开始就是去帮忙他，就是这样的契机才开始的。可是一起工作不会容易吵架吗？不会，真的吗？超好的，偶尔吵可能是觉得说。就是对客人的服务内容，我们只会怎么说？就是可能他会觉得我应该要介绍 A， 但是我却介绍 B， 然后可能会错失了一个机会。他觉得客人可能会买另外一件，你介绍成是客人不需要的。可能他会有类似啦，就是这种情境。家庭就是因为我觉得要相处这么久，一定要有共同的兴趣。你们的共同兴趣是什么？哈个屁！有很无聊的，有很无聊的，就是我们很喜欢那个意淫路人，可能比如说，我觉得谁好看这样子，对，会吵架，可能对方就会说，好啊，那你就跟他在一起啊。其实我们一开始也是，我都不敢讲，他都不敢讲。你有觉得好看但不敢讲？其实眼睛一直就是他眼睛会扫，他眼睛很喜欢扫。其实他也会，好不好？但没有，因为我跟你讲，等一下我一定要讲，好，因为他比我高很多，所以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世界。他根本就不知道我看得到他在瞄，所以他其实在上面这样子扫，然后你在下面 OK 看嘛。拜托我广角好不好？因为你也知道，在一起久了，你就会变成无话不谈，然后我们就变成说，他有他喜欢的菜，我有我喜欢的菜，像他就喜欢肌肉的、阳光的，就完全不是像我这种的。谢谢。我如果有看到，我就会跟他说3点钟方向。但是我 always 都来不及，他就可能就因为我反应比较慢，你知道？你还在找在哪里？对，我还在找，说3点是哪边这样，然后就没了。像我就是比较喜欢那种奶白型的，我就自己在那边看，然后他就会说，哦，好啊，对啊，那是你的菜。比如说你的菜，赶快看。没有，我们就是欣赏这样，所以这是我们的共同的兴趣。我觉得这个兴趣很好，好玩而已。我也很鼓励。没有，这其实是很健康的。我觉得是啊，我觉得情侣们应该要做这件事。其实这样反而对，要不然一讲就吵架很烦，一讲就吵很烦。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下一个单元，叫情侣老实说。第一题是。对方做什么事情会让你的白眼翻到天边？夹紧的时候会让我白眼翻到天边。No。好啊，那我们1、2、3亮答案。等下2，哎呦，可是我3真的好。女搂袭胸，知名香香鸡。等一下，我先听简单的好了。不要讲，等一下，你不要那个第。可以啦，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我们没有讨论过，没有蕊啊。耶，好喜欢。没关系啊，你就要播。我跟你讲，你没有播的话，好，就这样。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肚子饿的时候，他的脾气会不好。我以前的工作的那个吃饭时间比较不固定，他可以一整天不吃东西，你懂吗？我可以一整天不吃东西，然后我可以比如说我可以很晚才吃东西，然后我吃1点。然后或者吃很快，亦或者吃很快，但是他可以非常不规律，但是我没办法。他就是他一肚子饿之后，他就会开始，真的很不好意思哦，提醒的。然后他就会，然后有的时候我也是有在忍，我是说差不多，我知道我自己已经饿到不行了，我就会跟他说，那不然我自己去买个什么东西吃这样。哦，对了，是啦。可是为什么不能去买东西吃？可以，但是问题是有，可是问题是有可以啊，但是问题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好暂停，他了，我要听就例如说当下可能我们在逛百货公司，对，在逛街3楼。等一下，我让他讲。逛街或者是夹娃娃的途中，确定呢？然后我就说，那我自己去买，然后他就会说，不行 ，baby， 你要看我夹，有什么好看的啦？要看，我就在旁边，然后出货了，那是一种成就感，加油，这样对，然后他就超没感情的，比如说，因为不是他肚子饿，你就让他去吃饭，因为像我自己做娃娃机，我自己也会去夹娃娃，然后呢。我有的时候我们出去外面，我们就是夹娃娃，我也会希望他看到，因为有的时候很希望他想要我看到他的另一半，对，很希望另一半就是鼓励这样。比如我夹，他就说好棒这样，办不到。然后他就会在旁边说，哇，你好厉害哦。他真的饿，你为什么不给他饭吃？我要听他讲，因为大家听你讲什么意思？走开！你这3点，你给我好好讲哦。就是他很喜欢，因为带这个吗？如果你带了一下，他现在是有我可以讲话了吗？什么叫如果我带了？你让他讲话啦。
那你就玩你的，我跟他聊。好，女搂就是她会，例如说，因为我们身高有一个差距，所以她有时候会很喜欢，就是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并肩走的时候，她就会忽然间就是要这样，从腰上面搂过去。不是叫做有时候，是我时常喜欢，几乎每一次出门的时候，她都会，而且是我故意的。然后就是我很喜欢用，我很喜欢搂她的腰。为什么会很恶心？因为我是一个很怕痒的人哦。然后再来是，我又不是女的，你为什么要把我搂得很像是一个细腰辣妹在路上被男友搂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是要故意搂给后面的人看的。然后我就搂她，然后她就会立马飞走，我就会立刻歪。如果你现在搂她，她会生气吗？我可以为了你的节目忍，我看你可以忍多久。来，不要，因为你这样子搂看不到啊，所以可以看得到，你搂一下。不会啊，我就是这样搂。好了，谢谢。他就是会，例如说我们坐电扶梯，然后我可能是我站在他前面那一格坐捷运的时候，这样子吗？他就会忽然间假装跟你巴黎这样搭肩膀，然后就那就这样子。你会尖叫吧？我就整个吓一跳啊，然后可能会掉下去。重点是就是很不礼貌，因为旁边可能都有一边阿伯阿桑可能会吓到，就是对，所以我真的是会非常翻白眼。那我可以直接快点跳到第3个。耶，我想听知名香香鸡。有一年好像是圣诞节，然后我们也是就约了一群人，然后就是开 party， 就是在钱柜，然后结果他喝得非常非常醉，然后呢，他就首先6号出口那边通常都会有一棵很大的圣诞树，对。然后那一年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很佛心，就是脸打码，谢谢。就是做了一个你可以走进去的圣诞树 ，OK， 就他就进去里面拆人家的东西啊，就东扯一个西扯一个什么灯饰啊，然后什么装饰什么的，然后就把里面搞得就是乱七八糟，然后所有人都拖不动他，因为他太大只了。然后结果他就很不受控的跑出来，我们现场说没事了。而且我还记得我边跑的时候，我还说我好快乐，很不受控。然后派出所就在对面。然后重点是他旁边有一间就是知名的，我知道那一家，然后他有一个这样讲太明确了啦，我就知名，然后他有一个很大的吉祥物嘛，对，那吉祥物就被他等一下，被什么飞踢吗？不是飞踢，那我来讲，这可以我来帮你修，没有，我想听帮你修饰这一段，不行，你这段你被罚禁言30秒。他们就是下班了嘛，他们也没有营业，然后那个是凌晨，你被停权了。然后那个公仔就是非常巨大，就是一直在那边，然后他可能听到有人在叫他说来哦来跟我玩，来跟我玩，结果他就把那只香香鸡就抱着，然后往那个徒步区一直推，一直往前冲，一直往前冲，然后我就把它推到麦当劳，好远呢，我沿路我就赋予它生命，那只这么大一只啊，不是，那只玩偶那么大一只，这么大一只，我最后我也忘记要怎么去救那只鸡，没有，我们就把它搬回来了，对，我们有物归原处，有，所以因为我的几个朋友就发现我你很值得被翻10000个白眼呢。好，我们要问第3题，哦，没有，我才要问第2题而已，天哪，收拾对不对？对，恋爱10年，你们还有性生活吗？频率多久？好，来，1、2、3，亮答案。啊！你看你确定？你确定？确定？是不是确定？多年的感情，你看多年的感情。那我想听其他人。没有啦，开玩笑的啦。他走心，我跟你讲，我脸要垮掉了。没有，这么紧绷的脸也会垮掉。没有啦，因为我们应该是跟其他的情侣一样啦，就是一开始有，后来没有。对啊，就比较，而且因为我们没有住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没有住一起，我们从来没有住在一起。现在就是这个也没有什么，现在就是这个，不是因为很多人，我觉得蛮多人是因为可能性生活减少，然后可能就会分手，或者是另寻他人来满足这个东西。但你们两个都是 OK 的，但这个是开玩笑的。好，我知道啦，爸。没有啦，没有，回去再聊啦。那你们看到彼此的裸体，现在是会有感觉的？他应该觉得很恶心吧？等下你笑什么？你的笑不是因为他笑，就跟着笑不礼貌。你的笑不礼貌。没有，因为你脸长得很可爱。你再给我这样，因为我只有强调脸。你在安慰我。所以就是这。现在看到彼此裸体会有感觉吗？没有啊，没有。像我们现在会嘲笑。对，会嘲笑，你会笑他什么？开玩笑。你们如果这样
看下来，你应该觉得我算是蛮外放的那种个性，所以我如果比如说有的时候平常回家报备或什么的，我可能会拍一些那种很奇怪的自拍，然后我甚至有时候会拍一些我那边的特写给他，就是，但是我跟你讲，而且很近，不是你想象的特写，不是你想象的特写，不是你想象看得出形状的特写，是看得到痣的特写，是那个痣看了，人家都知道我那边有痣，我不知道你，我没有说是哪个部分，就是会，那就不会有感觉啊。没有，然后他就会说。拜托你不要这样，我就会立刻去相簿里面把那张照片删掉，就是不要留在我的相簿里面。我就会拍很近给他，我就会这样直接这样就拿着这样，因为我有时候回到家然后很热，我就全脱光，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拍脸啊，拍什么都拍腻了，有时候会拍。我们有时候不是裸体啦，就是我们有时候拍照会拍一些就是很丑的照片。没有，因为说大部分就是情侣都会拍那种很丑的照片，然后但我以前真的没有遇过你这种人。对啊，然后我就会拍很局部，非常局部，而且我拍之前我还会按对焦，就是结果还对不到，没有图的，我还会先按对焦，让他确定说他根分明，然后我才把它按下去。好，那我给你们比较辛苦，给你们30秒互相碰触一下身体。这没什么，我很刚刚就讲了。等一下，因为他很尴尬，我就不喜欢被碰，因为他的个性就是不是那种。好，那我来逼他，逼我什么？撒娇10秒钟。哦，不可能，办不到，办不到。靠在他身上10秒钟，这可以，我可以用演的，但是我没办法。那我还是直接公开我的那个私密处近照。不要，私密处近照，来1秒钟，快点，看他一下，就会很尴尬，就是很像一个就是硬靠这样的感觉。我们都他就很像娃娃，啊不讲了。就嗨，大家好，我现在靠在他身上，你们可以帮我记个10吗？你们再不讲话，我要放屁哦。我可以睡着了。好，感受到他的尴尬了，我们可以问下一题喽。好尴尬哦。交往10年中，对方让你最火大的一件事情，他把人事、时间、地点都画出来，图文并茂的一个答案，我很喜欢。好热。好，1、2、3，亮答案。没有啊，热脸贴冷屁股。那又变成我要讲。好，那你就停权30秒。那我换我了吗？对，好。你根本都没有关心我的心理感受，对不起。就是因为他就是一个人来疯嘛，所以就是他会很喜欢招呼朋友或是什么的，懂了。然后就算是当天认识的人，然后就是他也会非常非常吧唧吧唧的去跟他们互动什么的。但是因为可能有一些人他们面对这种热情的方式的时候会怕，或者是他们是抗拒，或是他们不习惯，对，所以他们会有保持一点距离。然后大部分的人第一次见面都会比较对，但是其实很多人是会被他解放的，对。可是有一些人他就是死不可能做到那一步，对。但是他可能当下就是玩得太开心，他没有察觉到，然后对方就会做出很困扰的样子给你看，不是给我看，就是给全部的人看。也没有到全部人看，就是他会表现出来，然后因为全部人都看得到那个人，很像说，天哪，这个人一直贴我，或者说就会一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是他忽然那个时候他就变得高高在上的时候，我就会看到他对那个人继续热情，我就会很生气，因为对方并不想要接受被打扰，而且对方反而会反过来先说，好像是你硬要对我干嘛，然后我就会很火大，我会觉得说他会很生气，我会觉得说人家是在跟你就是 social， 就是大家出来玩，可能就是那个气氛一定要到，不然你一个人晾在那边也没什么意义。结果他却反过来利用这个，然后让自己显得好像说我很困扰什么的，那我就觉得，我就会把他拉到旁边，然后跟他说你不要再这样了。对，其实你火大是有点替他受委屈，是，因为你很友善，我知道啊。但有的人是真的，我可以理解。从我上次跟你唱歌，我就可以观察出来。就是你说的这件事情，对，因为以前他会以为我这个举动是吃醋，因为我相信你不会，对，但是我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吃醋，我从头到尾是觉得说你为什么要去就是热脸贴冷屁股，对，因为你做这件事的时候，人家如果不接受，那你做起来你看起来就像小丑，对啊，你就身为他的另外一半会觉得，我就会真的是就会觉得何必呢？下一题，我觉得我这个题目出的不错，我自己很喜欢。最近你有什么心事没跟对方说？你都写很快春春都写很久。后面还有很多桥段，你可以快点吗？1、2、3，亮答案。我是你是不是没有换板子？没有，我是真心的，没有。Hello， 我的字刚刚是这么大颗，我刚刚有擦掉，重新写，再小一点。你觉得他真的没有东西没说吗？
哦，但应该吧，应该是没有。他这么爱讲话，但我觉得他其实心里是有一些压力的人。对啊，我就是想问这个，只是说那些压力我知道是什么。应该是说我的个性，我本来就不会想要把一些负面的东西带给别人，所以你就是报喜不报忧啊。是他反而会觉得我很是因为我已经摸透他的生活，所以我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怎么样。所以说也不用说有没有说，是不用说你也想得到。反正他的表情就是会告诉你一切，而且你自己也观察到他有没有事情了。这就是10年交往的默契。那春春没有告诉他的心事是，其实也不算没有告诉他，是因为这2天才刚发生的，就是因为我爸现在住院嘛，然后就有一些以前失联很久的朋友，就是联络我，会关心你，就是关心我，对。但是因为其实我跟以前的朋友很长，大概跟他交往多久就失联了多久，这样。太久了吧？对，因为生活圈完全不一样，对。然后就是中途就是都是变成我跟他的朋友在来往，这就是你自己的朋友，对我自己的朋友来，然后以前他其实会开玩笑，就是说。好，你去找你的朋友就好了，这样子。然后因为他以前就像我刚刚说，他有时候是一个比较不弯的人，所以我也会因为这样，所以不要让他有多余的想象，想说我是不是跟人家在搞暧昧或者什么，就是初期那几年简短。对，然后现在就是因为我的朋友可能终于有几个人真心回来跟我联络，然后我希望他知道之后不要觉得说我好像有朋友之后就不需要他了。我觉得能够交往这么久还可以一直想要让对方安心。是件很难的事情，因为很多人会忘记我们不断在做这件事。应该是这样讲，他一直尽可能让我很安心，所以他会尽量不做一些让我不放心的事情，就是实属难得啊。因为我觉得其实爱到最后真的是你只要这件事对方会担心会多想，你其实就会把自己约束好，因为有时候就是你忘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单纯。对，因为很多人会觉得理所当然，但是因为我以前遇过几个对象，他们是非常非常神秘的。那我其实个人是没办法忍受说你为什么要这么神秘，你为什么不讲？对，即便我没有去问，但是他看起来就是一副在瞒的感觉。但我完全不是，他完全不是我就是那他真的是什么都讲，你所有行程都翻开，就是可能就是像下面我就拍这样子。有字我记得了，有字。好，那下一题。下一题。同婚已经通过3年，你们还没有结婚的原因是什么？完蛋了，大家都知道我那边有痣，我要怎么做人啊？那你有痣吗？没有啊，1、2、3亮答案。感情稳定，所以不需要结婚，是这个意思吗？对，讲真的啦，因为就比较现实面，就是因为我们刚好家里就是真的最近比较辛苦一点，就会变成说我们这段时间其实都是在互相。帮助对方减轻一些度过这段时间。虽然说我们这样嘻嘻哈哈，但是因为前阵子就半夜回家大哭这样，真的吗？没有啦，真的啦，因为我前阵子真的过得非常辛苦，所以对啊，所以对，所以婚姻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还好，但是遇到对的人比较重要。所以他是那个对的人，是。满分。那我有3颗痣，你 OK 吗？好，春春，你的答案是结婚时瞎会。就像他刚刚说的，就是这个东西通过，其实就是对很多人来说，或是对社会来说，是一件很正确的事。其实我也是这么觉得，因为我觉得那个法条过了，我觉得应该是争取到一个权利。对。但是不是争取到你必须要去烦恼这件事情。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可能啦，有部分的人他们可能会被一些影视作品或者是一些个案影响，他们就觉得说，这个法案过了，那我是不是就要赶快使用这个找个信物，或是找个合约，我们签一签，把一个人绑住了。可是其实你去看，就算不是同志也好，异性恋也好，离婚率，这个社会上大家要结要离，而且说不定你明天就会遇到下一个喜欢的啊。每个人都坦率过头了，所以就是那这样的话，那你结婚当下，你寄托在未来的那些保障，那些你要的东西，那在你离婚的那一刻，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对自己的那个决定负责啊。所以我觉得你结婚这件事情，不是说那个东西过了你就必须要现在就是，你反而这么做你就被这件事框架住了。我很喜欢你们2个答案，是吗？认真很喜欢。想要听我的感想，我会放在影片的结语，我会写一篇类似小燕姐的 OS， 就是都在辱骂我们，就是这2个人害我的电池没电了。
他只能说今天真的非常难过，因为我的电池换了6颗，6颗还是录不完，我觉得很遗憾。接下来就是我有请他们就是写了一段话给对方，如果未来还能继续走下一个10年，你想对彼此说什么？脑中一片空白，脑中一片空白。这是我听到风家哥要我写情书时的反应。我当时好像还大逆不道的说了什么，因为混了太多酒，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但我记得的是当下的那个情绪，会有那种反应，一直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善于表达情绪的人。相较于灿烂如焰、直来直往的你，对于情爱啊什么的，我一直都是别扭的那一方。说真的，我一直觉得有些抱歉，好像每次都没有办法回应你饱满的像海狮一样扑过来的什么的热情。我要哭了。我常常说我是内敛系的情人，但是我没有在骗你。就算我的外表看起来冷冰冰的，但是我的内心还是常常被你变出来的粉红色泡泡温得暖暖的吧。好啦，有些话要硬写成字就没意思了。10年的感情不是拿来像家珍般数一数就算了的东西。我们跟着彼此经历各种人生起伏，看过各自最真实的面貌。再怎么低潮，不变的依然是在你身边4个字。你让我知道，爱情不用华丽伟大，越朴素的东西，往往才越实际，不是吗？好了，快点换人，我要冷场喽。好。这是一封写给春春跟你们的情书，你们的情书。风家哥在录影之前提醒我们，要记得写一封信给对方。我跟你的回答也巧妙的一模一样，那就是不知道要写什么。我跟你的组合很奇妙，一动一静，一高一矮。好像什么事都相反，却又意外的如此契合。觉得没有什么话想跟你说，是因为我对你的爱每天都在进行着，想对你表达的每天都没有少过。即便10年过了，你在我眼中还是那个闪闪发光的大男孩。谢谢你让我成为幸福的人，让我不必再为感情烦恼。难过的时候有人安慰，耍白痴的时候有人讲干话。就像我们终于看到陶晶莹演唱会那首《我不要更幸福》，歌词说我不要多贵的食物，有你就是幸福。谢谢你，老天爷送给我的礼物。也许从一般人眼中看到的爱情，有时候对同志族群来说其实是很辛苦的。说很简单，爱很困难。社会的眼光、舆论的压力，更何况要谈一场长久的恋爱。但不管怎样，还是要鼓励每个自由的灵魂，放胆追爱，要善良，要勇敢，更要快乐。这个世界很美好的。最后要谢谢这么多年看着我们交往的朋友们，不管是脸书、IG 还是现实生活，谢谢你们多年来不离不弃，给我们祝福，给我们温暖。你们才是成就这段感情最大的幕后帮手。想借着这个很难上的节目，真心的谢谢你们。这集破了情侣专访长度的记录，但对于要谈论一段10年的爱情而言，肯定篇幅是不大够的。我最喜欢他们俩的是彼此的信任感，不单单是信任对方不会背弃，更是信任眼前的那个人总是能够给予在苦难中支撑的力量。信任你和我不需要婚姻契约，也保使生命紧紧相依。信任爱情没有亲密接触，也能听见那个幽微却为我而跳动的心声。谢谢宗麟和春春，让我看见另一种爱情模样。和你们相处，空气中不是那种甜腻到窒息的，而是温暖快乐的陪伴。我想
这就是你们俩共同研发的爱情口味，是万年不退流行、吃不腻的经典款。